口平平无奇的棺材封印松动，竟让龙国出动了4大顶尖修士将其镇压，其中有正一道初代天师张道陵、少林高僧拔陀、太极左仙温葛玄以及大贤良师张角，甚至就连龙国的军事力量也进入了1级战备状态。只因这口棺材里封印的乃是千古一帝秦始皇，要是始皇一旦出关，人类社会将会进入万劫不复的永夜，而这都是因为在我穿越成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决定在泰山封禅成就人皇果位。不料这一举动却引发了天怒，那一日天神降临于泰山，并给了我一个选择，让我放弃人皇之位，成为天的儿子。好处便是不管世间王朝更替如何，大秦皆可永存，而我同样能得永生。只是人族将永生永世被天神奴役，但我却选择了拒绝。随后我亲自率领大秦100万铁骑逆上法天，这一战整整持续了7天7夜，最终天神以损失惨重的代价得以成功战胜我。但奈何我身为始皇，龙气护体国运加深，导致天神根本无法杀死我，于是只能将我连同那100万铁骑的遗体共同封印至骊山皇陵之中。同时天神还要挟命令后世朝代的帝王，让他们当代最强的术法之人进入皇陵内，助他们一同镇压我。很快2000年时间过去，我每天都在棺椁中努力挣脱束缚，但终以失败告终。突然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这么多年过去，陛下还是不打算放弃吗？只见陵室内的4个角落分别坐着4具枯骨，而说话的则是已经化为枯骨的张道陵。这时棺椁内突然传出一个极具威严霸气的声音，才2000年你们便妄想朕妥协，可笑，天命不可违，陛下抗争了2000年，难道还不明白吗？张道陵的声音继续传来，你们这些人总是喜欢以天命自居，在朕看来不过是为自己弱小找的借口罢了。拔陀缓声开口，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若人人如陛下这般，恐怕天下将再起浩劫，届时民不聊生，生灵涂炭，难道就是陛下您所愿意见到？听到这话我不由嗤笑，朕问你们，在朕位横扫6合前，天下难道就一片太平？难道就没有战乱了吗？此话一出，陵室内顿时安静了下来。朕仅用10年时间便结束了500年的战乱纷争，让天下归一，结果反而被你们扣上一个暴君的名号罢了。既然你们认为朕是暴君，那朕便是。待朕归来，必将先踏平尔等后世门派，再血染苍天。我的声音如同雷霆般在陵室内回荡，充满了坚定与霸气。然而就在话音落下后，一道冰冷的电子机械声自我脑海里响起，检测外界即将异变，万界无上至尊帝王系统提前启动，赠送宿主新手大礼包，请问宿主是否开启新手大礼包？突如其来的一系列声音让我不由一怔，旋即便反应，便在心里默念一声打开。恭喜宿主获得9幽极阴体和尸魔龙气，以及自选大秦武将尸身一具。刹那间，躺在棺椁里的我顿时被一股黑色尸气改造着，同时3条无形的尸魔龙气萦绕在我的周围，为我提供着强大的保护。而陵室内的4人也在第一时间察觉到了棺椁内的异常之处，他们各自残留下来的灵体不由微微皱眉，心里涌现出一丝不安。大秦已亡，陛下何必再造杀戮？即便没了老道，历代镇陵人的后辈们也会相继再入皇陵，将您永远镇压于此。4人连忙开口，接着张道陵望向其余3人，3位道友，我等已时日无多，让我等用尽最后一丝力量加固封印吧。3人顿时答应，旋即各自掐动法诀，顿时4道奇异金光分别从4人手中飞射而出，直直没入到镇压棺椁上方的婴儿灵体之中。下一刻，婴儿灵体散发出的光芒顿时更胜了几分，而4人的灵体则开始迅速暗淡下来。4人心里都明白，自己留下的这一具灵体已经快要坚持不住，最多1年，他们便会彻底消失于天地间，届时便只能依靠其余进入皇陵内的镇陵人来镇压始皇。然而棺椁内，我对于4人的加固封印丝毫没在意，我知道这不过是这群老家伙最后的垂死挣扎罢了。此时此刻，我的注意力全放到了奖励里的那具大秦自选武将尸身上。刚刚系统给我解释了，今晚0时整点，外界将发生一场异变，无数本已经死去的亡灵突然诡异复苏，他们会夺舍人类的身躯成为诡异，而这具自选尸身便是能够让该武将直接以诡异形态复苏。至于我想要复苏也很简单，那就是击杀诡异或者人类收集尸气，只要尸气足够多，便能打破封印助我复苏。见棺椁内再无动静发出，4人的灵体心满意足地回到了枯骨内。若不贸然动用法力，他们原本还能镇守1年，如今加固封印后，最后的时光仅剩下半个月左右。只是他们殊不知，一场惊天异变正在封印我的棺椁内孕育而生。与此同时，外界随着0点整的钟声敲响，龙国的天空出现了惊人的异象。原本高悬在夜空中的银月，突然之间被一团神秘的黑影缓缓覆盖。也就在这一刹那，全国各个城市突然停电。有人认为这可能是难得一见的月食现象，并不是什么大事。然而龙国高层对于今晚全国范围性的突然停电，却格外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毕竟这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当即决定派出人手进行调查。0点30分，距离异象仅过去半个小时，全国各地皆已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与恐慌。在异象过后，那些本该长眠于地下的亡灵阴魂，从坟地魂种中纷纷复苏而出。这些亡灵阴魂像是被本能驱使，开始四处游荡，寻找着可以夺舍的人类身体。一旦找到合适的目标，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霸占其肉身，将原本的宿主彻底吞噬。而弱小的诡异没有任何人性，只剩下杀戮和破坏的本能，而强大的则会诞生出灵智。但他们有一点却非常一致，那就是都会对人类展开了无差别的疯狂屠杀。幸存下来的人们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与绝望之中，他们不知道这些诡异是从何而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一个个被诡异夺去生命。另一边，龙虎山天师府外，一众身着蓝色常服道士正围绕在一处空地上，只是在他们的正前方，一只已经化身成诡异的男子正龇牙咧嘴的疯狂嘶吼。好在男子四肢皆被金光禁锢，导致其动弹不得。这是什么？有弟子忍不住开口问道。不知道啊，等师傅出来看看吧。就在这时，一名穿着白色道士常服的老者从里面走了出来。师傅。见到老者，为首的几名弟子率先上前行礼。老者乃龙虎山天师府第123代天师张全度，同时也是这个世界公认的绝顶人物。
凡人修行共有7境：炼体、筑基、入道、金丹、神藏、天人、归神。而这7个境界实则又可统分为2个境界，那就是天人之下与天人之上。天人之下一换一，天人之上则无敌。至于老天师的实力，无人知晓究竟到了何等境界，因为至今没人能探其底。但有外界传闻，老天师已经成功突破神藏，成为了天人。发生了什么事？张全度目光扫视在众人身上，声音虽然不大，但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师傅，您快看看这是什么东西！有弟子指着正在疯狂嘶吼的诡异说道。张全度闻言缓缓转过身来，目光落在了那只诡异的身上。然而在见到那诡异的刹那，张全度的眉头微微一皱，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不同寻常之处。他走上前，伸出手指，径直点在那诡异额头正中央。原本还狂躁无比的诡异，在张全度的手指触碰之下，瞬间便安静了下来，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压制。非人非鬼，实乃诡异。张全度喃喃自语一声，脸上露出凝重的神色。可紧接着他似乎想到了什么，但接下来的话他并未继续说下去，因为他知道有些事情一旦说出来，可能会引发更大的恐慌和混乱。师傅，不好了！就在这时，一名弟子突然从人群中挤了出来，神情慌张地将手中的手机递给了张全度。手机屏幕上正播放着一则紧急新闻通告。紧急通告：在今晚奇观之下，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一些诡异生物，请广大居民封锁门窗，若无重要事情，尽量不要外出。师傅怎么了？有弟子见张全度脸色微微愣住，当即忍不住问道。张全度知道自己无法隐瞒，索性便将手机上的通告给众人看了。这到底怎么回事？鹤立，时刻关注外界，一旦有新的情况，立马向为师汇报。张全度看向一名体型圆润的弟子说道。是师傅。被称为鹤立的弟子连忙回应。如今外界突然出现的状况，让老天师也有些不敢妄下定论，所以他只能静观其变。不仅龙虎山天师府，全球其余各大门派，武当少林、上清全真等等，皆得知外界已然发生了诡变。不过他们选择的态度与天师府一致，只要没有影响到自己门派，基本都是静观其变。毕竟他们可不想一头直接扎进这什么都不知道的乱世当中。而此刻在骊山皇陵，躺在棺椁里的我缓缓睁开龙眸，嘴角微微上扬起来。外界的变化，我已然感知到了。真如系统所言那般，世界正在这一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同样也是我打破封印、重现人世的机会。片刻后，我似乎做出了某种决定，在心里暗道一声：系统选择复苏武安君白起尸身，恭喜宿主成功复苏武安君白起，请宿主选择投放地点。在我的视野中，一块虚拟的电子地图瞬间展开，上面详细标注着整个龙国的各地各处。我略微扫视一眼，便随手选择了一处。恭喜宿主武安君白起尸身已成功复苏投放。随着系统话音落下，我心里便多出了一丝奇异的联系。与此同时，龙国魔都某一处街道上，一具身披秦铠、手持青铜长剑、浑身散发着修罗血色之气的身影突然落下。就在白起落地后的刹那，身后突然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吼声。他缓慢地转身回首望去，只见一只长着巨大脑袋的诡异正张着血盆大口对着他。诡异并不是只有人形态，一些被亡灵夺舍肉体的人类身体会产生变异，成为各种各样的怪物存在，而眼前这只明显就是经过变异了的。注视着诡异，白起灰褐色的瞳孔没有任何一丝波动。虽然如今他是尸身状态，但在被我投放的瞬间，有关武安君的记忆便全部恢复。如今在白起的脑海中只有一道亡令，那就是尽可能的屠杀所见到的一切诡异和特殊人群，其目的便是为了收集尸气值。几乎在同时，那只诡异也瞬间自原地冲出，如同一发炮弹般朝着白起袭来。然而面对这凶猛的攻击，白起却丝毫不乱，他冷眸一凛，手中的青铜长剑顺势拔出，长剑出鞘，寒光闪烁，白起身形一动，便轻松躲过了诡异的攻击，同时反手一剑挥出。这一剑是大力沉，直取诡异的要害，长剑瞬间洞穿了诡异的身体，诡异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然后重重地摔在了地上。他的身体抽搐了几下，便彻底不动了。同时在皇陵棺椁内，恭喜宿主击杀诡异一只，获得尸气值3点。突如其来的系统提示声将我惊醒，看着这次尸气值的来源，我不由浮现出一抹满意的笑容，同时心中的期待也越发强烈。刚刚才将白起投放，便就有尸气值入账，按照这个速度下去，我相信要不了多久，解开封印的进度就能达到100%，届时便是我再次君临天下的时候。另一边，白起将青铜长剑从诡异尸体中拔出，随后环顾四周，开始在这片区域中游荡寻找起来。无论是隐蔽的角落，还是开阔的街道，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只要是见到了目标，便会毫不犹豫地直接将其斩杀，直到将这一片区域的诡异全部屠杀殆尽，他才继续前往下一个地方，仿佛成为了一台无情的杀戮机器，在魔都的大街小巷中穿梭，不断地寻找着目标，执行着我的命令。片刻之后，白起抵达了一处大穴，他嗅到了里面藏匿着不少诡异的气息，其中更是有一尊比以往斩杀过的任何诡异都要强大的存在。在系统给予的尸身加持下，白起的力量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他便相当于人类的天人，对于这些诡异，自然是不费任何吹灰之力便能将其斩杀。他手持青铜长剑，一步步踏入学校。学校外围的那些诡异似乎察觉到了白起的到来，纷纷从暗处涌出，朝着他扑去。然而白起只是冷笑一声，长剑一挥，便有一道道剑光闪过，这些剑光如同闪电般迅捷，瞬间便将那些诡异斩杀成数段，他们的尸体倒在地上，化作一阵阵黑烟消散在空气中，尸气值也在这一刻疯狂增加着。如今已是凌晨3点，全球各国城市除了特定的备战区以外，基本都已沦陷，无数区域皆被诡异占领，而伤亡的人数更是不计其数。虽然龙国高层在意向后的第一时间便下达了派遣命令，让各个城市的军事部队前去解救普通民众，可由于诡异数量太多，再加上一些强大的诡异相继崛起，导致即便是军事力量也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消灭这些诡异。不一会儿，白起便来到了学校的最深处。正当他准备继续前行时，一声恐怖的嘶吼突然从他前方传来。他抬起头，目光如炬地望向声音来源，
只见一只体型庞大的巨型蜘蛛诡异缓缓现身而出，而在巨型蜘蛛诡异的身旁，还簇拥着上千只普通诡异。白起冷冷地注视着这些诡异，丝毫不为所动。那只蜘蛛诡异似乎是感受到了白起身上的危险气息，当即再度一声嘶吼，同时身体猛地一颤，便朝着白起吐出了一道道粘稠的蛛丝。这些蛛丝都带有极强的腐蚀性，一旦被粘上，普通人不出1秒便会被腐蚀殆尽。身形一动，他便如同闪电般冲了出去，手中的青铜长剑闪烁着寒光，每一次挥动都伴随着凌厉的剑锋。那些试图靠近他的普通诡异，在白起的剑下毫无还手之力，纷纷倒下。至于那蜘蛛诡异吐出的蛛丝，白起根本没有刻意躲避，任由其落在自己身上。如今的他可不是常人之躯，这点腐蚀性根本造成不了任何伤害。很快，这片区域便只剩下蜘蛛诡异还站立着，他似乎也被白起的实力所震惊，不再吐出蛛丝，而是咆哮着朝他冲来。白起手中的长剑已蓄势待发，当蜘蛛诡异冲到他面前时，他猛地一剑挥出，剑光如同闪电般划破长空，蜘蛛诡异的身体被白起一剑劈成了2半，他的嘶吼声也随之消失，只留下一地粘稠的蛛丝和腥臭的血液。白起收剑而立，目光冷冽地扫视了一圈周围，在见到周围的诡异都被自己斩杀后，他便继续搜寻游荡起来，最终藏匿在整座大学内的诡异皆被白起干脆利落的全部斩杀，一个都未落下。另一边魔都一处豪宅区外，无数双手散发着蓝色光芒的人类与一群诡异激烈拼杀，场面异常惨烈。这些人类正是龙国4大家族之一的夏家成员，他们身怀家族传承绝学如意镜，这是一种对劲力的极致掌控的手法，能够汇集周身力量于一处，然后一拳打出，可迸发出恐怖力量。这些究竟是什么玩意儿？简直就像一群疯狗。2个小时前，夏家成员们便已经与诡异展开了殊死搏斗，然而诡异的数量之多，如同潮水般源源不断，让他们逐渐感到力不从心。顶住，家主他们马上就来了。一位白发老者不断为众人打着气，他的话语如同定海神针，让众人稍微安定了些心神。白发老者乃是夏家2长老，在其身旁还有一位与之年龄相仿的老者，双手的如意镜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几乎一拳便能解决一只。老谋，这样下去不行了！夏家3长老忍不住喊道，已经快要顶不住了。被称为老木的2长老在徒手捏碎一只诡异的脑袋后，眉头不由一拧，望着前方源源不断涌来的诡异潮，他的心中也忍不住升起一丝绝望。通知大家向后撤离。片刻后，他便做出了决定，这外面是守不了了，只能退回里面，等待家主他们到来。可就在夏家所有成员准备动身时，突然间一道诡异的黑色身影落在了他们前方的诡异群众，一人一剑如同砍瓜切菜般疯狂地屠戮着那些诡异，强大凌厉的剑气形成一个磁场，但凡被圈进磁场内的诡异都难逃一死。这一幕直接给身后夏家众人看傻了眼。是家主吗？有弟子忍不住问道。然而2长老却连忙摇头，不是家主，那是谁？竟会在这个时候出手帮助我们？2位长老皆没有回应，因为他们也从未见过前方那人。不过下一刻，3长老率先反应过来，大家一起上，与他一同将这些诡异赶尽杀绝。话音刚落，夏家无数成员便运转如意镜冲了上去，整个局面因为白起的到来瞬间扭转。在诡异潮中，一只虎身蛇尾的诡异正凭借其强大的实力操控着周围的诡异发起猛烈的进攻。然而就在这时，他突然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气息正在疯狂屠杀着他所操控的诡异，这股气息强大而凌厉，在诡异潮中掀起一阵腥风血雨。虎身蛇尾诡异顿时咆哮一声，接着他庞大的身躯瞬间冲了出去，朝着那股气息的方向疾驰而去。周围的诡异纷纷避让。片刻后，他便见到了一个身穿黑色战甲、手持长剑的身影，正在疯狂屠杀着自己操控的诡异。白起的每一次剑击都精准而有力，每一次挥剑都能带走一片诡异的生命。那些在他剑下倒下的诡异，无一不是瞬间被斩杀，甚至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虎身蛇尾诡异见状，心中的愤怒和不甘愈发强烈，他继续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吼，庞大的身躯震动着周围的空气，仿佛要将一切都撕裂开来。他挥动巨尾，带着无尽的力量朝着白起所在的位置砸去。白起仅一剑，便直接将那虎身蛇尾诡异的尾巴砍断。紧接着，白起身形一闪，瞬间移动到了虎身蛇尾诡异身后。未等他反应过来，手起剑落，一颗虎头顿时抛落而下。而这一幕刚好被赶来的夏家家主以及大长老等人看在眼里，所有人瞳孔里皆充满了震惊。在这种特殊时期，他们人类若有这样的至尊强者站出来解决这些诡异，简直是他们人类的福音啊！而白起在解决完场上的所有诡异后，他缓缓转过身，一脸淡漠地注视起夏家这边。夏家家主夏维洲连忙一步上前拱手抱拳道：“多谢道友相助之恩，不知道友尊姓大名？”白起闻言，淡淡回应了5个字：“武安君。”白起。此言一出，夏家这边众人顿时一怔，武安君白起，这不是战国时期赫赫有名的那位名将名字吗？然而就在夏维洲继续准备开口时，他突然注意到白起瞳孔中突然泛起一丝杀意，其目光更是死死凝视在自己身后的2位来自龙虎山的道长身上。而这2位道长原本是受他夏维洲的邀请来他夏家做客的，只是由于今晚世界突然异变，2人还没来得及回龙虎山。最主要的，他们皆是龙虎山老天师的亲传弟子。师哥，你认识此人吗？其中一名道士疑惑地问道。不认识。另一名道士摇了摇头，同样感到莫名其妙。与此同时，白起缓缓看向夏维洲，你们是一起的。夏维洲感受到白起身上越来越强烈的杀意，心中一阵惶恐，他连忙解释道：“道友，我想这其中定是有什么误会。”那就是了。说罢，白起不给众人反应时间，直接提着长剑便朝着他们所在位置袭来，速度之快，甚至夏维洲都没能看清。道长小心！夏维洲只觉眼前一花，白起便已经出现在了那2位道长身前，手中长剑对着其中一人喉咙便猛然刺下，速度之快让人根本无法反应。那名道长只觉一股寒意袭来，喉咙处传来剧痛，鲜血瞬间喷涌而出，他瞪大了眼睛。